相爱里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好，唱了一段阿妹的《坏的好人》那今天开的主题呢是有关情感关系的，然后觉得有些议题我觉得其实是蛮大的，或者是挺会让人家苦恼很久挣扎的状态。今天的主题呢，想要去为大家占卜情感关系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内容，这样对。然后可能你跟前任，还有你跟新的一段关系，即将要进入的关系，是否很难割舍啊？或者是说你在其中的挣扎？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深层的，需要疗愈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我会希望说，我的频道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类似说，因为大众占卜会有很多不是那么单一的能量，对，然后它是比较集合大家意识然后去说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不会对应到你的讯息，但我希望我自己就在这样子的频道呢，可以慢慢的去讲我想要去疗愈的部分，然后也希望能陪伴到大家，然后呢也希望可能真的有时候很挫折或者是让你很难受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可以跳脱出这个时间线，然后到达我们自己想要的时间轴。这是我突然有感而发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好，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有3组哦，我们第1组、第2组、第3组，那选好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看我们的解牌环节咯。Hello， 第1组的朋友你们好啊，然后你们抽到的是这一张，男生拿着行李，然后他的字是 The End 结束了，然后是13号牌，或者是重新要绽放自己的一个新的道路啊，新的人生要去启程的那种感觉。好，那我先放到旁边哦。那这一张牌呢，有一种感觉是说，你们可能双方就是在原本的情感关系里面，已经大概知道这段感情可能本身之间的问题是什么了，然后其实双方还有对彼此有一些情感的层面，还有爱在里面，只是你们知道你们不得不可能要去做这样子的决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1的朋友呢，近期的跟这个前任的情感状态是怎么样？第1张是我们的圣杯2哦，第2张是我们的正义的逆位，第3张是我们的钱币皇后，第4张是我们的权杖2，我们的钱币10，
圣杯皇后，还有我们的钱币骑士逆位。在这副牌组呢，我们会看到，你们在做这样子的抉择呢，其实是蛮纠葛的。然后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双方都曾经有彼此的共识，然后想要为这个未来去努力，或者是为两人的关系去努力哦。然后在这一副牌组里面，看到很多恶的，就是选择性，还有就是对立感哦。其实你们情感和物质上面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卡在某些小的观念上面，然后让你们突然就有点走不下去，或者是说某些阴影层面就冒出来了。他们说是大问题吗？可是又很像是说累积很久的事件，这样子被浮出水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让你们要去一一的去解决，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执行。有看到其中一方可能就驻足不前了，然后他就打算要就是离开，或者是就没办法再往前进。然后可是你们这段关系也很奇妙，就是好像又可以前进，但是又随时有人退缩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其实让你一直都是蛮纠结的哦。你其实是有在其中为这件事情，然后做很多努力，然后用心的，然后不停的灌溉或者是给予的。对，有感觉到在这样子的情感里面，你们其实双方都有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所以这才让你感觉到有点心酸吧。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哦，未来的状态，选项一，未来的状态跟之前的这个情感对象的这个状态会如何？好，在这个选项一的讯息里面呢，在未来，会有一方继续的去挽留这一段感情，对，然后他就会去让这一段感情是充满温暖的，然后充满积极的，就是会在身后去那个守候这段感情哦。然后，所以蛮奇妙的事情是说，可能在给到部分朋友啊，就是因为大众占卜嘛，就是聆听自己所需要的讯息就好了。就是有感觉到，可能在之前你们有提到分手了，然后有断联一段时间，然后可是你们还是想要为这个感情做付出，未来有看到，其实他还是想要复合，其中一方想要复合，然后继续维系这样子的情感哦。然后你们会用更积极的态度去守候这一段感情，让这段感情呢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也会把以前你们可能就有的层面的一些问题显现出来之后，一一克服哦。你们会去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去克服它，然后疗愈了内在的阴影之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走越顺哦。这是目前的状况，跟前任的这种关系，对。因为我们今天是有要算说有新人加入了，我要选谁？我应该要选哪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说，如果跟新人暧昧对象的话，选项一跟暧昧对象的状态，目前是如何呢？
我们第一张是太阳正位，然后第二张是权杖十的逆位哦，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权杖公主，权杖侍从。还有我们的教皇牌，然后教皇牌的逆位跟宝剑三的正位。如果是新的对象进入了选项一的生活之后，那你跟他最近的能量呢，可能会是其实这个新的对象会让你感觉到非常一种很新的能量注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哦，然后它也会短暂让你释放掉很多压力，然后让你感觉到生活的新鲜。只是说你因为还忘不了前任的状态，其实你会有一些看到一些你会有一些触景伤情的部分，就是可能跟新的对象相处的时候，都会想到前任的一些情景啊，可能吃饭啊，或者是他的个性怎么样，你会不自觉的有一些比较的意味，或者是让你觉得被束缚的感觉哦，然后让你脱不了身，甚至你也会开始会去自我怀疑，然后检讨自己的一些层面，就是因为旧有的关系，你没有办法真的接受一个新的能量进入，这样子，然后你也还希望可能原本的情感可以继续维持，对，就是你并没有放下原有的关系，虽然新的关系进入你的生活之后，可以短暂的转移你的注意力，并且你会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多新的点子啊，然后新的想法，或者是说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都让你感觉到很新鲜，只是你现在还是受到束缚的。那就这个讯息就目前给到选项一的这个状态哦。那我们来看说选项一的朋友跟前任的关系是怎样的状态，以及会有一些什么事情的发生呢？你们会再去约会哦，然后会有一些友谊上的就是交流啦，就虽然好像还是有冷战啊，然后可能提到一些分手的这种状态，但是其实前任是想要挽回，你也是想要继续的哦，所以你们还是会出去。好，然后你会感觉到就是一种很丰盛、很富有的感觉哦，就是会有一些很积极的层面，其实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满足的层面在里面发生，就是如果前任跟你一起出去了，然后跟你可能他有一些挽回你的这种状态，其实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感觉到你也一直在审思，然后有在去思考说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对，因为你也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然后所以如今两个人看到某些问题，然后就愿意去沟通，所以其实你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去进入下一段关系的人诶。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曾经有一段关系，就是你跟他之间曾经就是有断掉过，然后你会觉得好像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让你成长很多，对，因为是有一些很多回忆啊，很多旧有的这些情况，甚至发生的事件，所以你才这么难走出来。因为你会汲取这样子的教训，这件事情是蛮让你受伤的。然后
你其实也不大敢真的敢跟他说好，那我们又在一起吧。所以现在的纠结是你不大确定要不要再继续这一段关系。虽然这个可能吵架的内容也没有到很严重，或者是说他有踩到你的底线，但是都是让你感觉到疲惫的原因是因为太多次了，或者是说你不知道继续走下去会不会是真的是好事。对，你不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重复同样的回圈。对，可是你是喜欢前任，然后甚至你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会有相同的一个话题，相同的价值观，甚至你习惯这一整段关系的氛围了，只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怀疑。选项一的朋友，前任，好，那有看到这样子的讯息呢，其实是就是有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你就不想要再去试，或者是其中一方不想要再去尝试这件事情了，就是当好朋友之类的，这可能是第一种讯息。第二种讯息是大家都去切断可能之前有发生的一些不 OK 的层面，去疗愈到那一个层面，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些沟通哦，然后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对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可能分开的理由呢，去诚实的给他注入一个新的能量、新的力量哦，然后为你们的关系去重新加深了这样子的羁绊。你们会对未来更清楚明了，然后也会更有信心的往未来的岁月继续走下去哦。对，好，那目前这是前任的这种能量状态，我们看一下，如果跟新的对象前进的话，会如何呢？选项一的朋友跟新的对象的能量，第一张是我们的 hammer 哦，就是一个锤子哦。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感觉上这个新的对象多少会疗愈到某些你的心理层面，他会帮你去过渡掉离开前任的这些难受，然后他会陪伴你，然后他做一些事情呢也是挺有帮助的，就是他是会让你感觉到被陪伴的安慰吧，就是一种很被安慰的感觉。你会很感谢他在这段时间你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有人陪伴你哦。新的对象跟他的能量，然后呢，那这个对象呢会有一点让你感觉到你看到自己的一个层面，或者是说你在他身上会不断的看前任的状态，或者是说映照了你内心的渴望，你会不断的去要求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说，你会不小心要求这个新的人去做某些你希望达到的事情，你希望他可能像前任一样，然后怎么样对待你，可能个性上面之类的，所以会不小心找到那个影子，或者是说他反射了你这个新的对象可能跟你很像，然后去让你学习到其他事情。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你会还是在自己的疗伤，其实你没办法真的把那个心直接的交给新的对象，然后你有很多内在的阴影需要好好去疗愈它。对，你还在去疗伤啦，对，所以你跟新的对象可能他会一直要去照顾你的情绪啊，你可能也会一直需要去照顾到自己的情绪。那其实对选项一的朋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然后但是你也会感觉到自己那种很无助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好好休息哦。如果真的
没有打算要再跟前任继续的话，选项一的朋友呢，就要好好的去疗愈到自己的这个部分，适时的寻求可能朋友的帮助，真的也是必要的啦。有很难过的东西，很难过的情绪，就是要去适时的释放出来。好，那选项一的朋友呢，会迎来自己的一个蜕变哦，然后你会重新定义你对情感的一个想象，然后你会去疗愈好自己的内在小孩，你会真正的成长，你会到下一个章节了，你会让自己启程到下一个章节，然后不再回顾之前的这些状态，然后你会真的站起来。所以其实如果要选到新的对象，或者是你就离开旧有的关系的话，你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然后这段时间呢，会让你成长很多，你就会挥别掉这个过去，只是需要一些时间。那目前这样感觉，新的对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如果他因为目前这样感觉到他会是很照顾你的，只是你知道你自己的状态目前没有很好，然后你其实也很不想要去让自己一直呈现在那样子的情绪当中。对，所以这个过程的确是挺不容易的，要去拥抱这曾经的这些疤痕，愿意相信自己可以的，对，可以度过这一件事，怎么讲？这个情感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来看选项一的前任呢，想对选项一的朋友说什么呢？选项一的前任想说，其实我很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都会，我控制不住的想念你。我好想你，他也是在讲说，有时候我醒来就是在想你，我清醒的时候都在想你。其实，可能给到已经分手或断联的朋友，对，他其实还是不想，他不想要只是当朋友而已，对，然后他想要挽回你，有感觉到你们关系之中有个人有一方会比较迟疑，然后会驻足，然后不敢去接受，去愿意相信自己可以得到某些就是那个感受吧，对啊，或者是期待感，对，这是真的是蛮难受的层面，对。然后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是新的这个对象的话，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说？新的对象对你说：“我希望我可以对待你更好。”哦，他其实也是想要追求你，他希望可以给你到很好的这种状态哦。我开始去了解我们之间的连结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好像不是最对的时间。现在这个时刻不是这么的完美哦。我希望我可以将我好的消息传递到你那边，他可能是希望你可以走出来这个关系，对，他其实蛮喜欢你的。然后有新的这个对象呢，其实也是想要去爱你，然后让你慢慢走出来，然后他还想要逗你开心啊，让你离开那个感觉。好，那我们还要看什么？
我来看神谕卡有什么话想对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说，鼓励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是什么呢？这张牌是 Am I communicating my needs？ 我是否有对我的需求做一个对话沟通呢？我了解到我的需求需要吗？那这张牌是什么呢？他说 Your needs matter， 其实你的需要是很重要，你需求是很重要的。What are you needing right now？ 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那你有没有跟他好好的对话呢？你在害怕什么呢？这个害怕是不是真的呢？那它是不是真的必要存在？这样子的感觉哦。好，那在给到选项1的朋友，就是去思考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需要什么。有时候这份情感它让你纠结，到底来自于哪一块？其实我们有看到我们刚才的正义牌是逆位哦。好，正义牌在这里，逆位的正义牌，那它也是有表达到说，你可能对于自己的那个想追求的这种状态是失去平衡的。你在最后可能说要分手，或者是分手完之后这个沉淀期呢，你是不清楚自己，你是纠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的，你是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爱情里面可能是需要关怀，需要可能陪伴，然后需要一些真实，或者是说需要一些忠诚在里面的。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就是你跟之前的情感里面，或者是你对情感的这种态度里面，无形间对于某件事件、某件事情的看法，采取了有一些正确与否的想法呢？那这个想法是不是你需要的？对，所以第一选项1的朋友真要去思考一下，就是不是说今天我们选前任，最后结果就是好的，我们选可能新的对象就是好的，因为就牌面上看来，两个人都很喜欢你，那现在的确你有主导权，对你的给予，你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哦。然后，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变成你能去影响这段关系的关键人物。这个影响力呢，来自于说，你可以灌注一个意念，来自于你脱离了某些观念的束缚、观念的捆绑。你离开那个观念的捆绑之后，你可以影响整段感情，无论是之前的感情还是未来的感情，你都可以让这样子的情感得以成为你自己哦。是你决定，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就因为每个人情感的需要不一样，情感的需求不一样，这还涵盖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然后内在阴影，就是这些是非对错，可能是一些社会型的架构，来让我们去有这样子的捆绑或者是束缚的。那我们如何活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好，那这就是我给到第一副牌组的讯息哦。那我们思考一下，怎样子可以跳出我们的时间线？我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可以先，就是当我们要去跳出这个时间线的时候，我们要先吸气吐气，让整个灵魂有一个把过去能量给吐掉的这种过程。所以
我可能之后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排掉一些我们旧有的能量。好，那我们现在深呼吸哦，吸气，吐气。好，那我们现在对自己说一句：我愿意看到我的需求。好，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子的话，然后第二句话我觉得是说，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会有一些期待值在捆绑这一段关系，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其他人来迎合我们的期待，我们也不需要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这个想法是一个集体意识。所以我们常常会容易被相怨，或是被一些道德关系、情绪勒索给捆绑住，我们就被他束缚住，我们就没办法离开了。所以无形之中，因为我们无法离开，所以我们也会去限制到别人，我们会把这样子的意识去强加到别人身上。那今天你可能可以跳脱出这个时间线，来自于说你终于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第二个点是在于，我可以不为别人的期待负责，理解吗？我可以不为别人的期待负责，那换言之就是别人也不用为我的期待负责。我们这两句话啊，就第一句是说我可以看到我的需求，然后第二句是我可以不为别人的期待负责。这个慢慢的去跳脱出来，当你真的能理解的时候，你放下很多东西了，你就会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个你迎向新的人的时候会换来自己的重生，是因为没有了这件事情，你会痛苦，你会很痛，但是你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你一定会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看到新的人跟旧的人特别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找到自己原来你要的可能不是他们的个性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要的是他们的陪伴还是什么的，他们的陪伴，他们的爱，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关心，他们的诚实，这种情感的价值是你需要的。好，所以好好的去思考自己的需求，然后跟自己好好的对话，跟自己的内在好好的对话哦。无论今天要选择哪一方，你都会成长得很好的。好，这就是我今天的解牌哦，非常感谢。然后我希望我今天这些讯息是有帮助到你们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哦。那我们今天抽到的是这个指示牌，它比较是在说圣杯2，对，他收到了一个约会的讯息哦 ，date card，对，然后感觉上有一些邀约，有一些新的约会到来，或者是新的讯息到来，然后让你犹豫，让你不晓得要不要接受。有一些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了，然后你其实已经把这个信件打开了，你知道你可以接受，但是你还不确定哦。我们先放到旁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跟前任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该选择谁？对啊，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去了解到可能前任的这个状态跟新的关系的来临。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想知道哪一个选择会比较好，那我的心态到底是怎样？对，所以借由我们看可能塔罗牌的能量来去了解到哦，原来可能是这样子嘛。但是大众占卜没办法对应到每个人，所以就是如果不是你的讯息，就可以跳出去再去选择，或者是看其他的占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来看，可能选项2啊，他跟前任的你们之前的一个能量状态是什么？好，权杖2，权杖8，钱币7，皇后牌，宝剑3逆位，宝剑6逆位，圣杯皇后的逆位，权杖5的逆位。好，这段关系其实让你们真的是蛮纠结的耶。然后有分分合合的情形，然后其实是好疲惫了哦。在这段关系已经很久了，部分朋友已经很久了，那曾经是让你们感觉到非常满足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一些愿景，可是就是没办法达到。那部分朋友有一个讯息是在于说，你感觉到跟你的想象出入太大了。当初可能他讲的那些内容，就是或者是他呈现出来的那些状态，跟你我觉得不是期待，是基本上面的一个想法太出入了。然后但是有一方在这里是真的很割舍不下的，虽然这个受伤你们在把剑拔出来哦，然后甚至蛮有勇气的不再回顾，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你们在这一次的情感关系当中是留下蛮大的伤痕，然后还是会忍不住的回顾这一段感情，还是会割舍不掉，就是无法自己真的往前走的能量，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闲下来的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这一段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内心的纠葛啊，内心的纠结是让你真的蛮走不出来的。对，但是已经好很多了，跟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或者是说要分开的那个当下，这是已经很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人跟你之间，跟我们选项2之间啊，新的人跟我们选项2之间的能量是怎么样？和不和谐呢？我们的权杖3逆位，我们的宝剑6哦，我们出现2次宝剑6哦，都是逆位哦。然后我们的钱币6，好多6的能量哦，是一个充满爱的能量哦。好，我们的死神牌正位。好，那我们的钱币国王，选项2跟新的关系的这种状态。好，还有我们的权杖国王。在新的这段关系呢，其实你很小心翼翼哦，然后你知道可以迎来一个新的重生，然后这个情感关系呢，跟你之间，它的确有让你感觉到比较稳定踏实的一些基础，因为你的确有点怕了，你有点担心你跟他之间，他会不会
它会不会又让整件事情重蹈覆辙？你是不怎么相信你真的跨越出来，你会因为那句话是什么？就是可能一朝被蛇咬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记得我曾经发生的一些错误，我不要再发生了。所以其实有感觉到你跟他之间新的这个关系呢，你也是有点点封闭的，然后你跟他之间的确还没进展到你完全的信任他的那种程度，你知道你要到那一个程度会是一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状态哦，辛苦你们了。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但是你跟这个新的对象呢，你们还不错，你们沟通的蛮好的，但是你的防备是蛮大的，你没有办法真的很交出真实的自己。对，你可以去思考说，在这段关系你交出了多少趴数的自己，20%还是30%还是40%？你知道你真实会交给别人的那个趴数会是多少？就是如果真的很亲密的时候会是多少，来去看那个差距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是我有感觉到像这一张牌我们的钱币6，你会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呢去畅谈你们之间想要的未来，会有一些愿景在里面，然后可是那个东西你知道你跟他可能新的人进来，你跟他可能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你知道一个情感真的要走得长久，要去通过一些考验，其实你还没办法真的愿意走出来。对，你是有点驻足不前的。对，你想要稳稳的去走好现在的每一步就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很好了。对，你们不敢太过冲动，然后也想用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我有感觉到这副牌组宇宙想要跟你们传递一个讯息，是来自于说你们这个能量没有被代谢掉，需要去用一个新的能量灌溉你们现在的周围的气氛或者是气场哦。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们的能量有点凝固在那里，或者是说有一点沉重在那里，可能需要多去大自然走走，让那个气场可以更通顺哦。对，然后需要这里刚好有那个钱币国王，它周围就是大自然诶。对，然后就是可能让你沉浸在说你是自由的，你是安全的。对，然后你们真的是需要一个新的消息、新的能量进入你们生活的哦。那目前是看到可能旧的能量让你受伤了，新的能量其实你又没有让你现在的能量场就是可以流动的很健康吗？或者是说流动的很顺畅？这是目前有感觉到的讯息哦。对，所以因为我也希望那个选项2的朋友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对，那然后所以如果我们的能量场是紧缩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一般而言会去像我讲的，就是可能去大自然走走，或者是去海边，让那种海浪去代谢掉你的一些这样子的能量，然后呢，可以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让那个能量去洗掉你自己的这种状态。那个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不是去银行嘛，过年会去银行换钱之类，那个就是一个我去一个很富足的地方，然后去让自己的能量场跟那个能量是匹配的，然后所以我的能量就会开始有点不一样。对，那能量场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来自于你的心态的状态。对，那你是最清楚了解
自己的人，对，这些都是不错的方式，去让你的频率开始转动起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如果跟前任的能量会是如何？雷诺曼的牌卡跟前任的能量，狐狸哦，然后我们的 The Raider。好，这3张牌卡呢，跟前任的能量，其实你们比较难以再用一些原本的态度再对彼此了，然后所以就显得有点不真心哦。里面的内容或是里面的话语都不确定是不是能真的给到彼此是最好的，所以在这里面你们当然想要去调和吗？或者是说成为朋友就好了，就是要达到朋友已经是最好的局面，对于你们来说。那怎么说这样子的点呢？是因为可能大家心里想的，或者是说执着的点都已经凝固在那里了，对，一定要有一方要去做一些变化，那这样子的情感就可以流动得很好，目前是这样的状态哦。然后前任的这种状态，其实你们还是有很不错的回忆留下来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呢，都会重新的体验那个滋味，重新翻阅那些回忆，然后重新品尝那些苦涩哦，有甜美有苦涩的成分都在。那你们之间呢，会有一种让这些事情就这样子平息吧。那你们也是有感恩在这样子的事件当中，对，即使可能心理上面过不去，但是你实际上还是有感谢这个经历让你成长的部分哦。所以有感觉到选项2的朋友为了因为这件事情有继续的往前走，很辛苦很努力成为你们自己，然后继续的认识自己的价值，对，是很棒的。那我们看一下跟可能新的对象的未来能量的状态。幸运草，好，里面的讯息是说跟新的对象呢有一些蛮好的消息，然后也很好的交流，然后你们之间呢会有一些还蛮 OK 的平衡在里面，只是因为过往的状态，或者是说有感觉到看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都蛮成熟的，你们会以一种成熟的态度来去看这段感情哦，然后你们会蛮珍惜每一次的相处，思考对方可能跟你的个性，或者是他跟你的沟通，彼此到底有没有一些对等或者是平衡的层面。所以虽然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你们而言是觉得是对你们而言，你们是觉得是必要的。然后在这样子的层面来讲，是有些小心翼翼啦，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匹配的话，我们会直接就分开了，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淡淡的就离开了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选项2的朋友，好，选项2的朋友呢，跟前任未来的能量会是什么？The Golden Mirror，就是只有一方的
关系吧，就是有一方喜欢的那种状态，然后有一方被遗弃的一种状态，然后呢，还有收到可能他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你听到他可能有交新的男朋友女朋友，他有新的新欢的讯息，对，然后这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对，就是可能你听到某些讯息，或者是你跟前任的未来的关系，其实你也还在疗愈当中哦，非常的有一些后悔，甚至觉得失去了什么，甚至有一些背叛的想法。好，前任未来的能量。对，这些事情你已经觉得是一个回忆了。好，最后一张哦，就是你跟前任的未来呢，你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所以这一张啊，对某些人来讲是收到请帖，有可能是收到对方的请帖哦。对，就是可能有听到他可能走出来，然后已经没有跟你在一起之类的讯息，然后你还是蛮想他的，或者是你在自己有一些挣扎层面，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还需要时间去疗愈到自己。它好像是一个 circle， 就是一个循环，让你有时候不知不觉你又要跟他连接在一起了，就是你又会不自觉想到他。对，然后就是你跟前任的这个关系，让你有点难以放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进入你生活的新的人，你跟他之间的能量是什么？未来的能量是什么？你很怕他在背叛你哦，你很怕他其实是会让你受伤的，所以因为可能过往这个关系，你很担心会又再一次得到那一种不公平的感觉，或者是说你会不自觉的去抓新的人有没有这样子对待你，你很怕你受伤了，你很怕你又是突如其来的，就是可能受到伤害了。选项2对新的人的未来的关系是如何？哦，你也是需要时间去疗愈到自己内在的一个功课哦，内在的一个状态。你会在这一段关系会比较好好的去疗愈到自己的部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你在未来这段关系可能会比较偏向你自己那个层面。好，我们再来看哦。你跟新的人相处之后，你有发现你跟他之间其实是挺有话聊的，其实是他会去照顾到你的心情的，只是你自己的能量还需要去转换，还需要去信任，他需要时间让你可以做到这个层面，让你相信你真的遇到你的 soul mate， 就是你相信你遇到你的灵魂伴侣，你会遇到一个吸引你的对象哦，在这个未来，或者是说你已经遇到了这个新人的能量。好，你会跟新的人就是创造蛮多新的回忆，然后你会慢慢的走出来，然后你会怎么讲？会捕捉它很多细节的层面，其实还是有不安全在里面啊。但是你真的会慢慢走出来的。好，这是目前你跟新的人的一个未来能量状态。那我们看一下前任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前任讲说，你曾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事情。
我记得关于那一天的所有细节。好，你们可能之间发生一些事情，让他记忆深刻，就在某个日子、某件事件，他是没办法忘记的。好，我知道我踩到你的底线。其实我在想，你没有我，你会比较快乐。我猜你没有我会比较快乐。对，好，这是前任想对选项2的朋友说的话哦。那我们看，可能新的人呢？新的人想对选项2说什么话呢？我希望我可以把我好的消息都跟你分享。我会在你离开我之前离开你。对，新的人想对你说什么？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不是你的唯一，我不是你最想要的那个人。对，我不是你的李万。对，然后他会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虽然也蛮喜欢你的，他会跟你去分享很多事情，他也想要让你离开可能旧有的状态，但是呢，他会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戏啊，他常常会觉得说你没有想要给他机会吧。对，就是因为你的防备心可能比较大，他知道你好像有其他人选，或者是就是你最喜欢的，你可能还没放下，或者是你根本没看到他。我是无条件的爱你。来到你生活的这个新人呢，他是想跟你说，我爱你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神谕卡哦。神谕卡有什么建议要给到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呢？好，这一张牌说，我是否有足够的休息可以去重建我的能量，还有完整的让我人生重新体现，可以让我人生重新体现呢？对，就我有休息够好才能去重建嘛。对，就是你是否有好好的去修正你自己，然后重建你自己的能量。对，然后好，这一张牌呢有在讲说你需要一个重新的设定，重新的好好修整。因为你要爱护你自己的身体哦，你要去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子的感觉。你常常会为了以前的这个过往没有好好的休息，连睡觉啊，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是你要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你其实是没有好好的去给自己有一个舒服的感觉的。你需要帮助你自己。对，好，这是给到选项2的朋友，就是说像我刚才也有感觉说你们的能量比较凝滞一点，所以希望能借由一些可能说去大自然走走，让你们能量场健康。那怎么说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有自己的理由去成为你们自己。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别人劝你，你没有想要走出来，别人怎么劝都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可是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们不想走出来啊。就我的频道叫做神圣时间轴嘛，我就希望可能借由某些方式调整大家的神圣时间。那现在选项2的朋友呢，比较遇到一个问题是说，有想要跳脱的话，你就下定决心，我不想要再这样子，我受够了，要调整自己的频率。首先是像我刚才有说，调整让自己的一些能量去疏通，借由大自然，借由其他的能量去冲刷你自己的能量场。第二点呢，是让你的能量场保持健康。所以像刚才我们抽到这张牌，有些朋友呢是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所以能量场不健康的话，很多负面的能量就会被你吸附上来，因为你的能量是不见全部完整的，所以就很容易有漏洞。这样子的话，你吸引的人事物当然会有一些蛮可惜的部分，因为毕竟你是那么好的人。OK， 那怎样子变成健康？那吃好、睡好、穿好，照顾自己，那你的能量场就可以基本上维持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好，第3个层面是我们要怎样子可以快速的、简单的让自己的能量场恢复的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深呼吸，就可以让你的能量场慢慢的恢复到不错的状态。所以才会建议有冥想，然后可能放一个静心音乐，然后去冥想，把自己的频率调高。虽然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立即的看到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是透过这一点一滴的变化，它会慢慢的让好事情显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要记得深呼吸，当我们吐气的时候，都是在释放掉自己的一些负面思考、陈旧的想法、陈旧的能量。也可以不用冥想，也可以就是保持这个深呼吸，能量场的能量壁就会慢慢的变厚实。那你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别人的能量啊，也不会，别人的负面能量也不会进入到你身体。因为有时候我们根本克制不了，大家都市人嘛，我们常常跟很多人的能量是重叠的。我们要如何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可能未来我都会重复的讲相似的内容，就是大家就是体谅，因为可能还是会有新的观众嘛，新的听众。好，那我可能会讲相似的一些方式，就请大家包涵。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解牌。那接下来我们好像还是要给选项2的朋友一个正念的调频哦。我觉得选项2的朋友可以讲2句话哦。第一句是我相信我是被爱的，我值得被爱。第二句是我愿意敞开我自己，接受新的能量进入我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幸福。就这2句话哦。那希望可以帮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好，第3副牌组，我们的 Homing Worms， 我们的钱币石。OK， 那感觉上就是拥有自己的新生活，然后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拥有自己的安全感，在这一副牌组里面感受到哦。好，那我们放到旁边哦。OK， 那我们先看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的主题，前任跟新的人的关系，就是新的桃花的这个关系。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如何面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跟前任的这个状态。你们感情状态的呈现是什么呢？圣杯9跟前任的一个状态恋人的逆位，
力量的逆位，哇，圣杯十，我们的恶魔逆位啊，我们的宝剑侍从，哦，我们的圣杯三，我们的塔。你们的关系呢，其实原本有部分是有家庭的状态，然后呢，其实你们一直选项三的朋友呢，一直小心维护，然后一直在努力的去维系这一段婚姻或者是感情。对，有部分是已经进入到婚姻了，然后你们很想要把很多事情做得好啊，或者是说你们会去照顾这个情感关系，你们会去照顾很多，有好多可能，也许是责任，也许是你们觉得是义务，或者是说你们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呢，可是在这里面有感觉到另外一方的背叛。让你们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吧，很沉重。对，然后这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们要如何去面对未来的一些情形，有一些可能要重新建构的价值观，或者是重新要去面对的生活。你们之前有一些可能有部分可能还有小孩子，对，然后要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到底要去怎么样安排？某一段时间你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后里面有第三方的这种状态，所以让你们其实是很不知所措的。你们也想要维系表面上的和平，然后可是实际上的这个沉重的伤害让你们还在缓和，这有一点点困难。这个情感关系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呢，还是要选择新的下一步新的生活？你们为此感到纠结哦，所以我感觉到有一些难过的感觉，是来自于说这个门可能是很熟悉的家门，可是一打开，你可能看到一些情景，你都不确定是不是你真的想象的那样。这个难过的点是很多层面的。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选项三是个很坚强的人，你们曾经为了很多事情很努力了，然后想要去维系家的品质、家的意义，然后牺牲了很多事情。如何换一个想法去面对，或是如何走真实的情况，你们有一些困惑，又很担心这些都是气话，这些都是情绪去绑架到你们。你们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好的决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新的对象哦。我们看新的对象跟你之间的状态是什么？我们第一张是宝剑八的正位，接下来是命运之轮的逆位。然后我们宝剑侍从的逆位。权杖二的逆位。
权杖10的逆位，我们圣杯5的逆位。哦，我们又有一张塔的正位。我们权杖7的正位。好，跟新的对象的这个关系呢的能量的状态呢，其实有感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其实还是有受到过往的这些影响哦。然后但是你们运气是在转动的，你们的想法会让未来会是关键的状态哦，就是你们怎么想都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然后呢，你们跟这个关系呢，其实它有让你感觉到把一些痛苦的感觉给释放出来哦。你在他面前是真的可以好好的难受的，好好的去宣泄很多事情的，对，然后也是有一个被包覆住，或者是被好好对待的状态。不管是你足够坚强，还是他为你去挡刀，就是挡下所有的想法，挡下所有的念头，你都是有成长的哦。有看到这一双手再去保护这个塔，要让它稳下来。所以这段关系呢，有好几次也是岌岌可危，因为你可能也是蛮受不了的，受不了可能过去还没有真的离开，你还在担心谁要去攻击你，你还在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突发事件又来临了，会不会有什么真相又被披露了。对，你不敢真的离开某些责任，你不敢真的离开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你可能有一些想法原本要去执行的计划，你也不大敢真的去尝试去想了。但是所幸呢，你是面对整件事情的，对，你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你是坚强的。有部分朋友是还没有真的去接受一个新的关系，因为根本还没有办法，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是，由于你自己需要自己先坚强起来，所以其实新的人并没有真的带你走出来，有很多成分是你自己走出来的。那第三种情况是，他这个人有帮你他有去呵护你，然后去帮你挡掉就是很多不应该的炮火啊，或者是他有去守护你啊，他有去为你看到这个，为你防御了一些事情，然后让你迎来重生。这是有3个讯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雷诺曼牌卡，你跟前任的这个未来关系的走向是什么？好，你跟前任未来的一个这个能量呢，其实你也还在犹豫，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他，因为里面有些讯息是给到说有小朋友的状态，为了家庭的状态，对，然后还有可能未来的计划的这种情形，让你变成说没办法说离开就离开。这是未来你跟可能前任的一个能量的体现啦，对，然后你可能会得到
别人的帮忙，别人的帮助，会有人来帮忙你，然后会有亲朋好友来支援你哦，然后是里面的好事在里面。然后呢，我们来看你跟新人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未来的能量状态是什么。第一张也是幸运草，信件，一个消息。好，你跟新的人呢会产生一个羁绊，或者是他会为你带来一个消息，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能量，新的好的讯息，然后还有一个他会为你塑造蛮多好的小幸运，然后给你家的感觉。对，然后这个新人呢，可能是你已经遇到的，也有可能是正在路上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他要进入你的生活了。对，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断掉自己的这个能量，是没有办法去迎接新的能量进来的哦。对，所以调整好了，你就会即将遇到像我刚才说的，他会给你，就是你会有一个莫名好的羁绊，然后他是朋友的介绍啊，然后会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的一个缘分，然后它会让你感觉到有家的感觉，然后你家里的生活也会很平稳的继续维持哦，你所担心的事情都会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就不会让你再这么担心害怕了。对，它会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跟前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体现。是个分离。你对未来是不确定的，你知道它可能是一个分离的状态，你可能也在想他，或是你是受伤的。好，第二张牌呢 Twin Flames 就是我们的双生火焰这一块。你常常会觉得没办法离开就是前任，不能说放就放，有一些好像你们之间的课题好像还没结束，当你不爱他了之后，他又会追上来，当你爱他的时候，他又离开你的这种你追我逃的这种模式，你们之间常常为了这个平衡让你有一些烦恼。那我们再来看好，第三个是蜻蜓哦。你会在这一段关系渐渐适应，然后去做一些改变，而且疗愈到自己。选项3的朋友是很善良的哦，你们永远都是朝着光明层面去看待事件的。所以这也在讲到部分朋友，你们跟前任的关系可能可以变得比较转化了，你们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转化了你们的事件，然后在此呢会认知到自己到底因为你们发生了这件事情，或是发生了某些事件，然后你们会因为这个事件变得怎么讲，你们会学习到很多，然后变得更了解自己到底原本的阴影层面是什么，克服了某些难题，然后你们会去改变某些原有的状态，然后重新订定自己的规则。好，对，然后所以这里的能量有点杂诶，就是说这里有说
选项3的朋友跟前任的关系呢，有一些可能分离的能量会出现，也有些是 twin flames 的，就是可能没那么快离开这个情感关系，就是可能你要离开了，前任又要挽留你的这种情形，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想法要去讲，然后他又不接受了，对。然后第3种状态呢，是你们因为这件事情成长了，学习到一些事情了，然后真的走出来疗愈到了，你们看向事情的方式都是以自己成长灵性成长那个方向去前进的。那第4章是 addiction 是说可能有一点依赖的那种关系，或者是说你没办法真的逃离这件事情，你没办法离开这件事情，你总是还是会有一种被控制或者是很依赖的这种状态，你好像脱离不了你跟前任的这个情感状态。他好像会拿什么话来去刺激你，然后让你必须停留，为他停留，为整个家去留下来，或者是现实的一些层面让你不得不被这样子给绑住束缚住，这是跟前任的这个能量有这些状态。那我们看一下跟新的人未来的能量会是什么呢？Hand of Cards 就是你有选择，你觉得这好像又是另外一种赌注。那这边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你可能要再看一下，然后它可能是个选项，对你而言它可能是个选项，你觉得好像在赌博，好像在冒险，对吗？好，有一些过往的制约是存在的，然后那些事件一再的回放在你的脑袋中，所以你没办法去让这样子的事件停止哦。所以在跟新的人相处的时候，你总是会有那种情节产生吧，就是害怕的那个情绪会出来。但是两方都有热情在的，对，你们其实是可以对等的尊重彼此，然后给予彼此那个热情哦，然后你们会在这段关系呢得到一个还蛮好的情感的回馈，没有谁为谁付出多一点，大家的你会感觉到这双方是很平等的，不会像之前你可能会有一种那个为别人付出，为了一个家庭付出，然后其实是很耗弱你某些层面的。你在这一个新的关系，你会得到蛮多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蛮多一种舒服的感觉，然后会让你真的比较放松，然后像家一样的感觉哦。好，你还需要把你的心打开，对，未来的这个对象呢，好像是那一把很契合你的心门的锁的钥匙，它可以帮你把你的心打开。我有感应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内心有在想说，我真的能相信他吗？我真的能信任新的一段感情吗？我又不知道他怎么想，人心隔肚皮，他说爱我就是爱我吗？你们会有一些这样子这种想法，这个感觉好像录音带的回放哦，一直在 repeat， 然后重新的播放一些事件，让你们难以走出来的感觉。对，但是这里有就是牌组呢，这边是有讲到说即将来临，或者是现在你已经遇到的这一位情感对象呢，他会让你感觉到一种被尊重，或者是他可以将你的心重新开启的能量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前任有什么话想对你说的。
给到我们选项3的朋友，前任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呢？其实你比任何人都还来得靠近我，你是最了解他的人。前任还是想对你说这句话。他说时间对我们而言不是那么的正确，所以他讲说 we need to let each other go。 好，所以他觉得其实我们要让彼此都离开。我还想知道前任想对你说什么，他为什么都不说其他事情啊？好，最后了，我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原谅我。好，那我们再来看现任或即将来临的新人啊，他想对你说什么呢？给到选项3的朋友，现任想对你说，其实我希望事情可以不一样。你好像透过音乐来跟我对话哦，这个比较层面是说，我在生活周围都好像觉得你在跟我说话。好，你是我生命最棒的事情。你是如此对我有吸引力。我会等你的讯号，我会等你的讯息。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指示牌卡。这张真的有一种你重新要开门，开一个新生活的感觉。无论这个生活是重新跟前任，还是你要去迎接一个新的人，对，所以未来的生活都取决在选项3的朋友手上哦。有感觉到前任想挽留的这种状态还是有存在的。对，他也知道自己不 OK 的成分，对，然后新的人呢，他也希望你不应该遇到这些事情，对，他想安慰你，他想要在你身边，他明白你的这些难过，对，然后他觉得他能看到你的好。OK，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的，我们神谕卡想告诉我们，想对我们第3副牌组说什么讯息呢？想给予他们什么讯息呢？好，这一张呢，这张比较是在说，我是在跟谁某一个人去比较。好，这张牌卡呢，里面讲说，今天的灵魂指引是停止比较了，开始去创造吧。你是不是看到了？你是不是只看到了某些其他人身上的一些特质呢？然后那个特质可能你身上也有，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去比较他们，那其实你要准备去丢掉这样子的想法了，去照亮这个不够好的感受，还有去照亮真实的情形哦。什么？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所有你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内在里面了。你是充满创造力的人，你是停止你的比较吧。这个比较是一个内耗哦，就会让你
不断的怀疑你自己，然后不断的掏空你自己，不断的让你去看到自己的没有，不断看到自己的就是不足够。你可能在这一段感情里面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上另外一个人，你心里想我哪里不够好了，你要这样子对我，很多的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在反省自己，不断的挖自己最深最痛的难受，然后捆绑住自己。宇宙在这边呢，是想要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内在里面，今天你能创造你的价值哦，不会是其他人来决定你的价值是什么。我知道可能徜徉在这样子的心情里面是一个很不得已甚至沉醉的感觉，我们会不自觉的去想，沉浸在那样子的思想里，那些不真实的思想里，那些都不是真相。我们其实只是期待一个无条件的爱而已，可是那个无条件的爱不会是别人给予我们的，我们要自己重新的爱我们自己。两个人相处可能有一些层面没有照顾到，我们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他喜欢谁，他爱谁，而是他为什么不跟你说清楚。其实我们可以去接受他们跟我们说清楚了之后，断干净了之后换下一半嘛。所以我们气的是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我要可能对你这么好，然后迎来我的委屈。其实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值得被爱。我们的青春从何时开始都是最棒的时刻，我们也有自己的课题啊。这一次是不是就遇到我们自己的课题了？那个课题可能是说原来我遇到这件事情，我会不自觉的去思考我不够好这件事。那谁告诉我我不够好的？是原生家庭吗？是集体意识吗？去看看这个真相。你不需要这些想法的，因为你真的挺好的。你自己想想看哦，你把家庭顾那么好，你把小孩子照顾那么好，你今天没有这个前任，假设你没家庭，你没有这个前任，你也可以过得很好，不是吗？你不用去证明你有多好，而是你能不能看得到自己的好。对啊，希望你们能看到自己的好。对，然后你们不用去跟任何人比，大家会不自觉要沉溺在某个情况里面，但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哦。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时间线、时间轴调频到更高层次的、更高维度的。这些低潮让我们直接就是荡下去，可是不是说荡下去我们不要面对它，不是，是我们要去爱惜它，我们不可以不爱自己。所以我想给到第三副牌组一个讯息哦，就是说不是说这些负面能量啊、负面情绪我们要抗拒它，而是让它真实被照顾到的状态去面对这样子的感觉。给到选项3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每天给自己一段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那个时间和空间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一刻，可能每天的那一段时间呢，你不是谁的老婆、谁的丈夫、谁的妈妈、谁的什么上司、谁的老师、谁的女儿，你就是你。你不是谁的身份哦，你剥掉你的身份，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这个就是创造，
做你喜欢的事，你喜欢沉浸在里面就沉浸，好好的去释放掉，甚至去辱骂这件事情，把这个情绪都说出来，跟自己相处，你就在照顾你自己了。你去想如何照顾你自己。那在这边要怎么做调频呢？我觉得再来是不再去扮演别人觉得你要扮演的角色。我们这个比较困难，因为大家会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很难不去扮演别人想要你扮演的角色。而且我们那么敏锐，我们那么聪明，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都是很聪明的，别人想要什么你就直接给他了。然后呢，所以我们会比较容易去扮演别人想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很会接人家话啊，然后知道说他想要听到什么话，那我就讲什么话给他听之类的。但是你要有意识的去成为你自己想创造的言语，想创造的思维，你说出来的话都是代表你，你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代表你。其实光是这样做，你的频率就会慢慢提升了。好，那有什么正念的话想要让自己说呢？我觉得选项3的朋友对自己说，我已经很好了，谢谢你，谢谢自己哦。那个你是代表自己，对，我谢谢我自己，我谢谢我自己，我爱你，你在这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用第三人称重新照顾自己 OK 吗？你要照顾你自己啊，你要爱自己是真实的答案，你要创造你自己是真实的答案，你要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创造自己的价值，创造你想要的一切，创造自己的思想。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解牌，希望可以帮助到选项3的朋友。那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